这几天市场最魔幻的不是 SpaceX 又讲了什么火箭故事，而是它在场外市场3天涨了超过 60%。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这是不是 AI 和火箭技术一起把估值抬上去了？我看没这么简单。真正把价格推到接近微软那种巨头级别的是2个东西，只有 4.3% 的流通盘，还有散户和期权杠杆一起推出来的逼空。更微妙的是，大家还在兴奋的时候，摩根士丹利已经在提醒，融资成本正在变贵，杠杆风险不能忽视。今天我们不急着喊多，也不急着唱空。我们把几件事拆开看， SpaceX 为什么还没上市就能在灰色市场被炒到这么高？伽马挤压到底怎么把价格一步步顶上去？大摩说的融资成本上升，为什么可能变成连锁反应？再往产业里看， AMD 收购 MaxT 这种小公司为什么会牵出 AI 行业的内存瓶颈？最后还有小模型组合这条路线，它可能会动到顶级大模型的定价权。先看盘面，最近美股表面上还挺热，但里面已经不太一致了。AI 相关个股还在活跃，动不动就能拉出大阳线。另一边，资金已经开始从一些高位板块往低位老牌板块挪，半导体板块连续几天有资金净流出。只看指数，好像市场还很强。往底下看，结构已经在变。SpaceX 这次在场外市场的表现，基本就是这种情绪的放大版。你可能也刷到了 SpaceX 股份在场外交易市场，短短3天涨了超过 60%， 最新估值已经被推到很夸张的位置。甚至有人开始拿它和微软这种巨头放在一起比较。这个时候最容易被拿来解释的是马斯克的明星效应， SpaceX 的火箭业务、星链，再加上 AI 这层故事，听起来都很顺。但如果只看基本面，很难解释3天6成的涨幅。这个涨法更像是筹码太少、杠杆太多之后被硬推出来的价格。市场最爱讲的导火索是 Cursor 收购案。Cursor 是一个 AI 编程工具，最近发展速度很快。SpaceX 或者说马斯克的商业版图卷进这件事之后，市场开始把航天、星链、AI 工具串成一个新故事。过去大家看 SpaceX 主要还是看火箭和星链，现在 AI 编程工具也被放进来，故事自然就被讲大了。资本市场经常这样，先炒预期，再等结果。只要故事够新，就有人愿意先付钱。但问题是，一个 AI 收购故事撑不起3天涨6成，真正的重点还是流通盘，记住这个数字 4.3%。 现在 SpaceX 能拿出来做场外交易的流通股份只占总股本的 4.3%， 这是什么概念？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小区一共有100套房子，平时如果有10几20套在挂牌，价格波动通常还算正常。可现在只有4套房子愿意卖，想买的人却有几十个。那价格会怎么走？不用太复杂，有几笔钱冲进去，把那几套房抢掉，价格就会被抬得很快。SpaceX 现在就是这种状态，大部分股份在早期投资机构、马斯克和核心团队手里，这些人不太可能随便卖，市场上能交易的筹码就那么一点儿，一旦买盘挤进来，价格就很容易被推上去。更别忘了，能参与这种场外交易的人，本来就不是普通小散户，很多是机构或者高净值投资者，钱不少，筹码很少，涨起来就容易失控。但这还不是最猛的部分，真正把涨幅放大的是期权。这次 SpaceX 场外交易里，期权成交量到了 92.7 万张，散户净买入金额达到 2.252 亿美元。这个数字放在低流通盘环境里冲击力很大，很多朋友一听期权就头大。其实先不用把公式想得太复杂，你只要抓住一个点，你买看涨期权的时候，做市商通常站在你的对面，做市商赚的是价差，不想跟你赌方向，所以他要对冲。怎么对冲？你买看涨期权，相当于你赌股价涨。做市商为了不暴露太多风险，就会去买一部分正股，股价越涨，他需要买的正股越多，买的越多，股价又越容易继续涨。这个正反馈就是大家说的伽马挤压。现在把这个逻辑放回 SpaceX， 流通盘只有 4.3%， 筹码已经很少了，散户又大量买看涨期权，做市商为了对冲，只能去市场上抢那些本来就不多的流通股，卖盘少，买盘还被迫增加，
价格当然容易被顶上去。所以这不是公司价值突然在3天里提高了60%，更准确的说，这是一场由稀缺筹码和期权杠杆一起推出来的价格运动。很多人看到涨幅眼红，想冲进去分一杯羹，但他们可能没想明白，这种行情涨得快，掉头的时候也快，只要股价开始下跌，循环就会反过来。股价跌，做市商要卖股票调整对冲，卖的越多，价格压力越大，价格继续跌，又会引发更多卖出，最后就是多杀多。期权本身不是坏东西，它可以用来对冲，也可以用来表达观点，但在低流通盘、强情绪、高杠杆这几个条件凑到一起的时候，它会把价格波动放到很夸张。你看懂这一点，就不会只盯着 K 线兴奋，也会知道风险藏在哪里。说完 SpaceX 的热闹，我们得泼点冷水。就在大家盯着个股涨跌，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，摩根士丹利发出了一个提醒，市场融资成本已经升到2020年以来的高位，杠杆风险的信号正在出现。很多人对融资成本没什么感觉，觉得不就是借钱贵一点吗？但市场里的很多行情靠的就是便宜的钱。过去这1年多 AI 相关资产涨得很猛，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就是资金成本不高，机构也好，散户也好，都可以借钱加杠杆买科技股。股价涨，大家更敢加杠杆，加杠杆的人越多，股价又被继续推高。这个循环能跑下去，前提是钱便宜，一旦借钱变贵，游戏就没那么顺了。现在衡量美元融资成本的核心指标 SOFR 已经升到140个基点。你不用纠结这个指标怎么计算，只要记住数字越高，机构在市场上拿钱就越贵。融资成本上去之后，最先难受的可能就是做市商。做市商提供期权流动性，做对冲都需要资金，资金成本上升，利润空间就被压缩，甚至可能不划算。那他们会怎么做？缩一点，少提供一点期权合约，少承担一点风险。做市商一收缩，市场上的期权流动性就会变差，想加杠杆的人没那么容易加，杠杆工具也会变少。接着融资买股票的成本也会上来，以前借钱利息低，只要股票涨幅超过利息就有得赚。现在利息高了，很多策略就不舒服了。有些资金会主动降杠杆，卖掉股票还钱，卖盘一多，股价自然承压。真正麻烦的是被动去杠杆，股价如果跌到一定程度，高杠杆账户可能触发强平线。券商不会等你慢慢想，他会直接卖股票收回借款，强平带来更多卖盘，股价继续下跌，然后又触发更多强平。这就是螺旋式下跌，也可以叫去杠杆踩踏。2020年的熔断，2022年的熊市，背后都能看到类似影子。一旦启动，速度会很快，很多人反应不过来。现在盘面上已经有一些信号了。最近资金从拥挤的半导体板块流出，开始往涨幅不大、估值相对低的老牌板块去，比如消费、公用事业这一类。这说明什么？至少说明有些资金已经在避险。他们不一定马上看空市场，但会先从高位、拥挤、杠杆位比较重的地方出来，去相对稳一点的位置待着。我不是说市场马上会崩，也不做这种时间点预测，只是想提醒你，现在风险并不小。别只看见别人赚了多少，也要先想清楚，如果下跌来了，你的仓位和杠杆能不能扛住。宏观层面的风险说完，再往产业里面看。AMD 最近做了一笔收购，买了一家叫 MaxT 的公司，金额不大，名气也不大，很多人扫一眼就过去了。但这笔小收购背后牵出来的是 AI 产业现在很头疼的问题。内存强，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买了一家做内存优化的小公司吗？有必要讲这么重吗？我们换个角度看，现在大模型推理最大的成本开销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会猜芯片、电费或者研发人员工资，但在不少场景里，真正压着成本的是内存，准确点说是 DRAM 内存。业内有个说法叫内存税，意思是你每调用一次大模型，就要为内存付一笔很贵的成本。这笔成本在很多场景下能占到推理总成本的6-7成，甚至更高。我打个比方，你可以把大模型想成一个超大的图书馆，里面有海量的书，也就是模型参数和数据。你问一个问题，系统就要从这个图书馆里找资料，整理答案，
DRAM 内存就像阅览室，书要先搬到阅览室，你才能快速翻。阅览室越大，能同时放的书越多，速度也越快。问题是，这个阅览室的租金太贵了， DRAM 价格一直不便宜。模型参数越来越大，需要的内存空间也越来越大。以前模型小，调用量也没那么高，这个问题还没这么刺眼。现在 AI 开始大规模落地，企业和用户调用量上来，内存成本就变成了卡脖子的地方。很多人以为 AI 竞争只看模型聪不聪明，参数够不够大，但到了商业落地阶段，成本会越来越关键，成本降不下来，再好的技术也很难大规模铺开。这就是 AMD 收购 MaxT 值得看的地方，它瞄准的不是一个漂亮概念，而是全行业都绕不开的成本问题。那怎么解？现在行业里大概有2条路，一条路是用更便宜的存储介质去替代一部分昂贵的 DRAM， 比如闪存，也就是手机和硬盘里常见的那类存储。闪存比 DRAM 便宜太多，同样容量，价格可能只有几分之一，甚至1/10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读写速度比 DRAM 慢不少。以前大家觉得闪存这么慢，拿来跑大模型推理肯定不行，体验会被拖垮。但现在通过算法优化和架构调整，这个问题正在被一点点解决。苹果之前也发过相关研究，讨论怎么用闪存运行大模型，通过优化数据调用方式弥补速度不足。现在它还不能完全替代 DRAM， 但在很多场景里已经有机会把内存成本往下压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未来很多应用场景都能用便宜的闪存替代一部分 DRAM， 大模型推理成本就能降一截，成本一降，商业化推进会顺很多。另一条路更值得关注，就是不再什么都依赖超大模型，而是用小模型组合。过去行业喜欢追一个万能大模型，写代码、写文案、画图、做视频，最好一个模型全包。问题是，这种模型参数量巨大，对算力和内存要求都高，成本自然下不来。小模型组合的思路不一样，它不是做一个什么都会的模型，而是做很多个专门解决某一类任务的小模型。比如专门写代码的，专门处理文字的，专门做图像的。用户提出需求后，系统自动调度对应的小模型。任务复杂一点，就让几个小模型配合完成。这样做的好处很直接，每个模型体积更小，对内存需求也小，内存占用有机会减半，甚至更多，推理成本也会跟着降。问题来了，小模型效果能不能赶上大模型？在很多垂直场景里，经过针对性优化的小模型，效果不一定比通用大模型差，有些任务甚至更好，因为它只做自己擅长的事儿，训练数据也更集中。对大多数企业来说，他们不一定需要一个什么都会的万能模型，他们更在乎的是手头那几个任务能不能稳定、便宜、快速的完成，这就会影响顶级大模型的定价权。假如未来一套小模型组合效果接近顶级大模型，但成本只有一半甚至1/3，客户会怎么选？大概率会看成本。现在顶级大模型能定高价，是因为门槛高，能做出来的公司少。可如果小模型组合成熟了，更多厂商能拿出性价比更高的方案，那高价就没那么好守了。那些砸了几百亿美元做顶级大模型的公司，最后能不能把投入收回来，关键就看他们能不能守住效果和成本之间的差距。AI 行业现在还在比模型更大、更强，但我一直觉得后面一定会进入成本竞争，谁能把成本压到足够低，谁才更有机会留在牌桌上。这个转折点现在已经能看到一点影子了。再顺手看几条近期科技商业新闻。 Databricks 的数据仓储业务 ARR， 也就是年度经常性收入突破了15亿美元，这个速度比很多市场预期更快，也说明企业端对数据治理和 AI 基础工具的需求是真实的。 AI 不是只有 C 端在炒概念，企业端的钱也在往基础工具里走。惠普发布了专门的 AI 推理交换机，你看传统硬件厂商也开始往 AI 基建的细分环节里钻了，从芯片到服务器，再到交换机和各种周边硬件，产业链正在变细。机会会有，但也会越来越考验公司到底站在哪个环节，有没有真实订单。美国商务部限制 Anthropic 向韩国出口高端大模型，这个信号也值得琢磨。
高端大模型技术正在被当成战略资源来看，有点类似半导体芯片。后面相关出口管制可能会更严，全球 AI 产业的技术壁垒也可能继续抬高。还有消息说，苹果会在今年年底推出带摄像头的 AirPods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吐槽，觉得耳机加摄像头很奇怪，既不好看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但站在苹果的角度，它可能是在为空间计算和 AR 生态提前铺路。耳机是随身佩戴设备，如果加上摄像头，就可能变成一个环境感知入口，未来和 Vision Pro 这类设备形成联动。现在看着别扭，不代表它没有用意。韩国最近在 AI 产业上动作也不少， AI 芯片、大模型都在砸钱推进，想在这一轮 AI 浪潮里占一个位置。韩国在半导体上积累很深，做 AI 芯片确实有基础，但 AI 比的不是硬件一项，还有算法、数据和生态，最后能不能跑出来还得继续看。今天聊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几个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其实都连在一起。 SpaceX 的场外狂欢背后是低流通盘和期权杠杆，大摩提醒融资成本上升指向的是市场杠杆的脆弱性。 AMD 收购 MaxT 看起来很小，背后却是 AI 商业化最现实的成本问题。市场经常就是这样，一边是让人上头的造富故事，一边是杠杆、成本和竞争压力。最危险的不是行情涨，而是你只看到涨，完全不看它靠什么涨。如果一轮上涨靠的是真实业绩，那是一回事儿；如果靠的是筹码稀缺、期权挤压和高杠杆，那就要多留一份警惕。我不是让大家离开市场，也不是说所有 AI 资产都不能碰，更重要的是别在情绪最热的时候把风险当成不存在。每一笔投资之前先问自己2个问题：这个价格是谁推上去的？如果反向走，我能不能承受？比起追着热点赚快钱，搞懂行情背后的逻辑，学会识别风险，控制仓位，才是更长期的能力。市场里赚钱当然重要，但能不能留下来往往更重要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拆市场表象、讲底层逻辑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后面我会继续拆更多产业变化和市场陷阱，尽量帮你少踩坑，多看清一点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到的内容都是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也不对任何投资决策负责。做投资判断之前，请结合自己的资金情况、风险承受能力和研究结果，必要时咨询专业人士，理性决策，对自己的钱负责，这永远是第一位的。